期待已久的班夫之旅终于在今年夏天成型啦！这个距离温哥华800多公里、有9小时车程的班夫国家公园呢，每年都有将近400万的游客来到坐落在这个加拿大落基山脉的班夫旅游哦。那究竟这是多迷人的地方呢？为什么这里的湖水的颜色都可以如此的鲜艳呢？还有哪些是必去的景点呢？这次就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班夫1周的行程。我们从优猴国家公园一路开往班夫的沿途中呢，山的景色真的是越来越壮观，心情也跟着越来越好。来到班夫国家公园呢，你会先经过像是收费站的地方，在这里呢，你可以买国家公园的入场票哦。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. Do you need math or reading material? Any? 从停车场走到那个湖呢，其实只要10几分钟。我们要走另外一个环湖的步道。第一个必来的景点就是 Petal Lake。走到观景台呢，只需要10到15分钟左右的时间。那沿途是小小上坡，所以可能有一点点累。那观景台这边人会非常的多，所以呢，非常推荐大家，如果有时间的话呢，可以再往更里面走。你们爬几天了？我们今天第6天。太屌了！加油！有一条步道叫做 Panorama View， 来回2.4公里。那步道不会很难走，你就可以看到真的无敌壮观的湖景。这个步道很赞，虽然它路很小条，但是秘密景点在这里面。这里，哇，这步道就是比较少人走了，但我觉得蛮值得的。防秘密景点其实没有，在 Old Trail 上面都有，它就叫 Panorama Trail。来之前还是最好先把它都download起来。对，它里面有很多分岔的路，这里没有人哎。我们刚刚应该把东西带上来野餐的，超美。这里又离湖更近了。我们超快要走回来了，应该没有20分钟吧？10分钟就回来了吧？好快！真实的班夫，就是人超级多。是必来的景点哦。公湖距离 Petal Lake 不远，一样人潮非常的多，所以车子可能就要停到比较外面一点。那这里的湖水呢，也是美到不像话。事实上呢，班夫拥有了非常多座的冰川，像是刚刚的 Petal Lake 还有公湖呢，都是著名的冰川。这些受冰川供水的湖泊呢，含有了冰川淤泥。那这些沉积物流到了湖泊沉淀之后呢，经过阳光的照射在水面上时，这些淤泥颗粒就会反射光线，就产生了令人惊艳的蓝色和绿色。所以这里的湖水颜色都非常的鲜艳。旅途中呢，如果看到这么美丽的湖景，是不是会想要拍照打卡上传，或者是分享给亲朋好友呢？这时候你的网络如果够用的话呢，就不用担心没有网络可以分享这个美好时刻啦。Fido 最近推出了40GB 只要45元的优惠，那要怎么样拿到？我刚刚觉得是鸭子声音很大，但我现在前面有一只蚊子。Fido 最近呢推出了40GB 只要45元的优惠，那要怎么样拿到这个优惠呢？首先你要是新用户，再来携带自己的手机。第3点呢，就是每个月开启你的自动扣款功能。第4点就是最重要，就是使用我的 promo code 啦 ，SC Fido 6呢，你就可以享有这个优惠。
Fido 官网上现在是40GB 50元的一个优惠，但是你只要在使用这个优惠码呢，第1年呢每个月都可以再享有5元的折扣，5元的折抵哦。那这个优惠呢是用在 Fido 的直营店面，还有 Fido 的官网哦。那我会把这个优惠讯息、优惠链接放在说明栏给大家参考，那记得要去看哦。那我们就前往下一个景点吧。突然下雨了，而且很大滴的雨。哦，这个是不是给动物走过去的？好可爱哦，可爱。我们刚刚是在宫湖，然后现在是在宫河。1小时55块，1艘船。我们上次3月底来的时候，这里全部都是雪，完全看不出来。真正的班夫是长这样子的，就是人超级多。你看哦，班夫就是这么多人哦，然后马路上也是人哦。在这里转一圈，给大家看这里有多少人。我们今晚呢就要跟我们朋友会合了，他们从温哥华搭飞机到卡加利，然后再开车过来，在 Canmore 的小镇1个礼拜。我们要来搭巴士了，然后今天很冷，现在才8度而已。我们就是要搭这个 bus， 是加拿大国家公园的 shuttle bus， 你要先去排队换票，所以小朋友6岁以下不用钱哦。好酷！应该要开20分钟吗？对呀，你有睡觉吗？梦莲湖现在都是要搭巴士才能进来，或是跟那种导游啊团的，就是不能自己开车进来。所以我们就是这次就刚好这个湖呢，还有跟 Lake Louise 就可以买1张票就可以一起搭。Marine Lake 一定也是来班夫必来的景点。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多人，对啊，因为我们早上超早的，我们搭超早的8点的车子。哇！梦莲湖有着一旁高耸的山峰环绕着，一旁的巨石也堆积成了小山丘。我们现在要去环湖了。拍起来都像明信片一样。这个环湖步道其实这旁边都可以拍照哎，离湖非常近，好漂亮啊！就算现在没有太阳，还是蛮漂亮的。走在这蜿蜒的小径上，每一处真的都有小惊喜，所以呢，走一走呢，就会不小心又走下去拍照了。步道好像越走越久的感觉，好美！还好没有下雨。我们前几年来的时候，因为是冬天嘛。所以梦莲湖呢，我们连走进来都没有走进来。那个时候，外面停车场它就已经有那个牌子，就不能进来了。看着一样是来自冰川融水的蓝绿色、闪闪发光的湖泊，真的觉得大自然实在太美妙了。可以观赏到这蓝绿色的湖泊，只有在6月到10月之间哦。这个时期呢，湖水才会解冻。我们这次是在6月底前往的，还有一点冷，所以看到我们其实是穿着厚外套的。那天气也有一点点不稳定，不过呢，我觉得也丝毫不影响湖水的美。那这次走的是环湖的步道，如果大家时间够的话，也可以来体验一下。但是如果时间没有那么充裕，就一定要去走。在旁边呢，有一个叫做 The Rock Pile 的一个步道，它短短的步道就可以远眺梦莲湖。那我们这次很可惜没有走到这个步道，有点遗憾，但是就是下次可以再来。梦莲湖上呢，也有许多人划着独木舟，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欣赏这片湖景。我们要走了，我们要去 Lake Louise， 然后这边呢有个 gift shop， 然后还有咖啡厅，对啊，你就可以买杯咖啡。像现在其实蛮冷的，又变冷了。拜。我们搭的 Park Canada 就是有这个牌子写着，绿色牌子。我们到了，有的时候睡死了，这个是阴天。Lake
Louis 呢是来到班夫国家公园绝对必访的景点。我觉得真的是跟冬天完全不一样是传说中的 Lake Louis。我们上次来的时候是冬天，所以全部都白雪，对，好美。从鲜艳的碧绿色湖水到环绕在一旁的高耸山峰呢，那在冬天的时候，路易斯湖会摇身一变成一个冰雪仙境，还可以在上面溜冰啊，还有越野滑雪。好活泼啊！热，太3八了。我们刚刚本来大家都很想睡，然后结果看到这个湖，然后又有点出太阳，就精神变得超好的。湖周围呢也有一些步道可以走。我们先来到一旁也是很有名的路易斯湖城堡饭店休息吃中餐啦。现在城堡饭店在整修中，就没有那种漂亮，但是呢，从城堡饭店看出去的 view 超级好。这边有面包可以买，然后还有这种卷 burrito 可以买，但这个就不便宜。吃完东西后出来就是出太阳了，所以我们要走那个步道 Fairview， 走吧。现在在搭火车，跳。你有没有跳吗？没关系。好，我跳。哇，好累啊！哇，用跑的好强啊！下面就是那个饭店，从上面往下看，好像真的比较漂亮我们走了应该有30分钟吧，我觉得。下坡就是快很多，我们下坡应该也是要走10几20分钟吧。这条很推，而且就是可以看到很棒的景色。耶，成功了！前面那个就是 Victoria Glacier。现在天气更好，感觉湖又更漂亮了。然后这边划船比较贵，要145块1个小时。拜拜。2点左右的人潮，大家应该知道要早一点来了吧？或者就是爬山上面就好一点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很推荐那个步道。对啊，虽然它沿路要上坡有点累，但是小朋友都可以完成。我们在 Lake Louis 待了有3个多钟头吧，走步道啊，然后一直在湖边拍照啊，然后再休息。现在要去搭那个 bus 回到我们停车的地方，就在那个 Lake Louis 的 ski resort 那边。哇，我们玩了一整天了，好累。这有写说它是每20分钟就会有1台车，很多就可以上车睡觉了。这个很快，这个应该不用10分钟，12分钟。对啊，蛮快的，我们还是可以睡着，我觉得。真的每天早上出门呢，都会被这里的景色为之惊叹。每座山呢，都有着鬼斧神工般的壮丽。今天来到Minnewanka Lake， 我们要来搭那个 cruise， 结果呢，我们提早了1个钟头到，非常的早。怕没有位置可以停车，但是他们是很贴心，他们还有一个服务是，你可以先停到班夫小镇嘛，搭那个公车过来，然后是不用钱的嘛。阳光出来了，除了可以搭这个 cruise 之外呢，你也可以租游艇，然后这边也可以钓鱼，还可以租卡亚克也有。它的 cruise 有不同的那个种类的，它有那个1个半钟头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可以喝啤酒的。我们大家一早搭着9点的船，要来探索这座在班夫国家公园里最大的湖泊 Lake Minnewanka， 而且呢，也是落基山脉第2长的湖泊。High five， High five。在船上呢，还会有着导游讲解介绍这里的历史。以前当地人会在岸边狩猎和露营，那他们称这座湖为精灵之湖，他们觉得湖中住有精灵，非常尊重这片湖泊。那在更早期的欧洲人呢，则是称这座湖为魔鬼湖，对，非常截然不同的名称。实际上，这座美丽的湖水是人工建造的哦。
那在搭乘这个游艇的过程中，你可以走到甲板上吹吹风，这个航程大约是1个钟头左右。除了可以搭乘游艇游览这里的风景，你也可以租小船自己驾驶，或者是划船呢，都是很棒的体验。这片湖水呢，搭配这片山景，真的是好疗愈的早晨啊！虽然今天很早起，大家都有一点累，但是看到这片湖呢，就一点都不累了。搭这种船呢，还是有可能会晕船的。像这个人，他现在就觉得他现在在晃。好好笑。下船后呢，可以来到纪念品小店，挑选张喜欢的明信片，再盖个章留纪念哦。很漂亮哦，像加拿大国旗。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点，叫做 Two Jack Lake。然后那个景点的命名真的就是2个叫做 Jack 的人，离你的网卡只有5分钟，超近。然后我们来这边野餐，有可能有 elk 就是他们会过马路，所以我们要小心开车。好，走 ，Go Go！ 好，你小心走哦。湖景第一排，又要录影的节奏。但我们今天非常简单，只是要煮水而已。1碗要多少钱？那你应该要再多一点。在湖边吃泡面就是开心呢，而且感觉好像更好吃嘞。爱心耶！这座湖泊是位于班夫镇东边约10公里左右。冬天呢，湖水也会开始结冰，一直到6月中旬左右，湖泊才会解冻。那夏天的时候可以来到这里露营、划船、玩水啊。其实虽然现在有20几度，但是湖水还是蛮凉的哦。除了湖上活动之外，我们下午要来去湖边的步道散步。这个湖很推耶，又可以划船，岸边又可以停车，就是你放船的话就不用搬很远。这旁边又可以野餐耶，就我们刚刚在这边吃东西。湖景第一排，还有一个小岛啊，很像仙境的感觉。小岛上，你的岛上有什么东西？本来要去走那个 trail， 要走2个钟头，但是大家看起来都想睡觉。你们要自己走路哦，4.8公里哦，没有报 ，OK？ 录影存证哦。跳。我们要去走2小时，但是其实应该是蛮轻松，就是沿着湖边的。I'm out of breath. You whisper gently to the silent trees. I won't forget. 沿着湖旁慢慢的走，也是个很惬意的午后。而且呢，这里也有加拿大国家公园里著名的 Authentic， 也就是不需要自己搭帐篷，还有提供床垫的帐篷。那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我上一支影片哦。拜拜。到了这个 cave， 就是它是一个洞穴和硫磺的天然温泉遗址。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那个温泉，就有那个硫磺的味道。Let's go。这个洞穴与盆地国家历史古迹呢，是含有硫磺的天然温泉遗址，也是班夫国家公园最初的所在地哦。本来它的票是8块钱1个人，然后但是因为我们有那个年票 Discovery Pass， 所以呢就可以6个人，刚好6个人就不用钱了。有硫磺味嘞，在外面就，可是很可惜这里面不能泡啦。这个历史遗迹好像同时也是在保护这个瓜牛。就是它是叫做 Banff Springs Snail。那这里的班夫温泉瓜牛是洞穴与盆地温泉特有的物种，很多那个硫磺味，你不觉得闻到这就很想泡温泉？哇，这味道好浓，对，不是很好闻，这味道实在太浓了。这个历史遗迹有超过1万年的历史，在1883年的时候，被3名的铁路工人偶然发现了这里的温泉，最后就成为了加拿大第1个国家公园。班夫这边也有温泉可以泡，
然后我们改天可以再去泡。在园区里呢，你可以透过短片、互动式的展览来深入以前的历史。你知道我们之前去英国玩，然后没有去那个罗马浴场，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空间很像那个英国那个罗马浴场？哎，那个也不能泡哎，那个也是遗迹。以前这边也是水哎，然后现在是草地。1970年就关起来，因为一测是好几次都 fail。感觉很烫哎，这不能摸。这是濒临绝种的一种蝸牛哎，它生活在温泉里面。我觉得好像回到古代的感觉啊！走上来这有个观景台，你可以远眺落基山脉的美景，和看到从岩石中渗出的热水哦。今晚要住的 hotel， 而且他说这个点呢是 Canada's National Parks 的出生地，就是刚刚我们在那个洞穴里面看到的。哎，其实这个历史遗迹蛮大一片的，我觉得可以逛2个钟头。哇，我们走到这个湖的观景台了。这个步道走到想睡觉了，因为我们今天真的也是非常早起床。现在3点，好适合睡午觉哦。ice cream。吃完跟讲睡。对，我们要到那个观景台了吗？园区里呢还有小径可以散步，是一个我觉得可以花上2-3个钟头以上探索的一个景点。班夫大道坐落在国家公园中，而且被周围的山脉环绕着，同时呢，也是这个小镇的核心地带。这里有着许多的咖啡厅、餐厅、商店和博物馆。现在要去寻找咖啡厅，因为实在太想睡觉了。这边真的很多 gift shop， 就是每一间你都会想要走进去看，但是呢，这个人都不会想要逛。这看起来很好吃哎，超大一块，好甜。主要的街道呢，还有着历史建筑物，每一间店面呢，看起来都非常有风味，还有历史感。而且呢，这条主要街道在2023年夏季的时候还禁止了车辆通行，除了公车以外，那游客呢就可以自由的走在街道上看风景、拍照，还有逛街。这个小镇，你要逛街的话呢，可以安排个1-2个钟头，对吧？因为如果你想要买纪念品啊，或是买一些班夫，像是那个路齿啊，还有班夫这边的 logo 的话呢，就可以在这边买。喜欢班夫小镇吗？人太多了。对，我觉得人有点太多。然后我们那天等拉面就等了30分钟。对，可是其实那间拉面也是比较热门的。想睡觉了，今天实在太早起了。最后呢，要来跟大家分享 Fido 电信公司。那旅途中呢，有时候你会需要看 Google Map 嘛，或是有些地方你怕没有网络，你会想要下载离线地图，或是呢，你也需要边旅行边工作的话，这时候网络够用就非常的方便啦。Fido 呢是 Rogers 旗下的电信公司，那他们的 logo 非常的有辨识度，是一个可爱的黄色狗屋。Fido 还有一个很棒的功能，就是它有提供每个月呢有5次的1小时免费无线上网哦。这时候如果你急需要用网络啊，或者在旅途中呢，你想要传照片、影片给亲朋好友，网络够用就非常的方便啦。那最后呢，再跟大家分享，只要使用我的 promo code 呢 SC Fido 6就可以享有。第1年呢，每个月只要45块就可以享有40 GB 的网络哦。拜拜。不要跑去那，不要拍到我，不然大家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来玩。其实我还要跟朋友，但他们都知道我要拍片，然后全部都跑掉。那下一集呢，还有很多班夫的景点要跟大家分享哦。真的觉得来1个礼拜好像也不够哦。除了班夫的景点之外，也不要错过距离班夫20分钟车程的 Kenmore 小镇。所以下一集呢，还会分享我们这次住的民宿和 Kenmore 周边值得一去的景点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